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一下飙到 245%， 这可不是小数目，这几乎等于直接在商品价格上再乘以 2.5。 一个100美元的中国货，现在光关税就要交245美元。与此同时，竟然传出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悄悄向美国总统川普递出了求和的信号。这两件事凑在一起，到底是什么状况？背后有啥盘算？贸易战 2.0 的大戏已经开场，阴谋论的香味四溢。别急，我们一起来抽丝剥茧，看看这场美中博弈的新进展。4月15日，川普政府突然宣布对中国商品祭出史无前例的超高关税，最高可达 245%。 听清楚没有？近乎把进口货价钱翻两番半。 245% 是一个夸张的令人啧舌的数字，几乎相当于直接禁止进口。那么这个天文数字是怎么凑出来的呢？原来它并非单一税种，而是多种关税政策层层叠加的结果，包括以下几种关税措施。对等关税，川普上任后就鼓吹对等关税概念，简单说就是你收我多少关税，我也收你多少，甚至更多。美国以其庞大的贸易逆差为由，对多国祭出惩罚性关税。针对中国，美方更是把对等关税一路提高到 125%。 没错， 125% 的基本税率几乎直接让中国商品成本翻倍。这么高的税在现代贸易史上前所未见，但川普政府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以牙还牙，抵消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壁垒和补贴优势。芬太尼特别关税美国，长期指责中国未能阻止芬太尼类毒品原料流入美国社会，造成严重的鸦片类药物危机。为此，川普政府动用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也就是 IEEPA， 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额外 20% 的惩罚性关税，可称为芬太尼问责税。这相当于在所有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上再平添 20% 的成本，用以施压中国打击芬太尼走私。这 20% 关税叠加在其他税项之上，火上浇油般提高了总税率。301条款关税，别忘了，早在贸易战第一回合时，美国就依据301调查对中国加征关税。2018年起，美方分多批对数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税率一般为 7.5% 或 25%。 这些关税在拜登任内一直保留，并于2024年经过4年期审查后部分调升。例如，在医疗、防护、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拜登政府批准将301关税从 25% 提高到 50%， 甚至 100%。 例如，一次性针头、医疗手套、电动车整车等商品都在提税名单。换言之，有些中国商品本来关税为0，经301条款一搞，已经是 25%， 再经调整飙到 100%。 其他税项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税则，比如常规进口关税一般为 0% 到 5%， 232条款，钢铝关税为 25% 等。不过相比上面那些大头，他们对 245% 的总税率贡献相对有限，可以暂且不计。以上各种税率层层相加，最终把部分中国商品的关税推高到骇人的 245%。 换句话说，美国几乎开启了贸易制裁的核弹模式。举个例子，中国制造的一次性注射器和针头就被课征了顶格 245% 关税。也就是说，美国进口商如果花1美元从中国买针头，光关税就得再付 2.45 美元，价格翻了 2.45 倍。夸张不夸张？除了医疗器材，其他商品的税率也五花八门。比如中国的电动车累计税率高达 247% 左右，其中包含美国对进口汽车 2.5% 的基础关税，几乎价格翻3倍，彻底丧失竞争力。锂电池等关键部件的关税也飙到了 170% 左右，就连酱油、醋这类食品调料都被加征超过 145% 的惩罚性关税。可以说，从高科技到民生用品，全线遭到沉重打击。许多美国进口商直呼吃不消，只能赶紧寻找非中国产品替代。这正是川普政府想要的效果，其目的就是迫使供应链脱离中国。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关税大棒，中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北京很快打出了一张稀土牌进行反击，宣布限制稀土和部分稀有金属的对美出口。要知道，
有句名言叫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稀土元素对现代工业的重要性堪比石油之于能源业。稀土广泛用于电动车、马达、航空发动机、导弹制导系统、智能电子产品等，是高科技和军工产业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中国恰恰是全球最大的稀土供应国，掌握着全球约 70% 的稀土开采和加工产能。一旦中国大幅收紧稀土出口，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科技制造将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华盛顿对此立刻做出强硬回应，川普总统火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责成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对中国的稀土限制行为展开紧急调查，并在45天内提出应对方案。美国政府已经放话，若确认北京此举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将考虑采取包括新的关税报复、出口管制乃至制裁相关中国企业在内的一切反制措施。白宫发言人则严厉谴责北京将关键资源武器化，表示美国绝不会被动挨打。同时，美国将加快建立本土稀土供应链，投入资金扶持本国矿企重启稀土开采，并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盟友开发替代供应源。可以预见，围绕稀土的争夺战将成为贸易战的新前线。中国试图以资源之盾抵御关税之矛，而美国不惜代价寻找破解之道。这场关于稀土的角力俨然已升级为大国博弈中的战略对抗，依旧火药味十足。在这轮关税风暴中，我们观察到美方策略上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从过去简单粗暴的对等报复，转向了产业导向的差异化关税。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开始视具体行业情况来灵活调整关税高低，而不再搞一刀切的大水漫灌。可以说，贸易战打法正从地毯式轰炸升级为外科手术式打击。回顾以往，特朗普在2018年发动贸易战时，对中国是全面铺开的 25% 统一关税，几乎覆盖所有类别，不论重要与否一律加征。而这次我们看到不同商品类别的关税提升幅度明显有别，高科技和战略产业被加到吐血，普通消费品则相对留有余地。这背后的考量显然是要精准打击中方痛点，降低对自身的不利影响。例如，对中国制造的儿童玩具，美国并未征收极端高税，因为在美国产业链中短期替代不易且涉及消费者物价。但对于中国主导的电动车、电池、5G 设备、半导体基台等领域，美方则祭出了最高幅度的关税，甚至直接禁令，目的就是逼迫这些供应链离开中国。有分析指出，美方未来可能逐步以产业差异化关税取代以往以对等关税为主的策略，不再简单的你加多少，我也加多少，而是根据美国自身产业政策需要来决定关税，保护哪些行业，打击哪些行业，做到有的放矢。这样一来，关税成为一种精巧的产业调控工具，而不仅是单纯的报复武器。举个比喻，以前是端起散弹枪对着中国一通扫射，现在则是拿起狙击步枪瞄准要害部位精确射击。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打法更为棘手，因为它针对性更强，杀伤力更大，却又避免了过度殃及美国消费者。这种策略转变其实也反映出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思维的升级。过去特朗普主要强调贸易逆差，要中国买更多美国货，如今美国更关注供应链安全和长期技术竞争力，关税成了服务于产业战略的手段。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美方针对中国的贸易措施将越来越讲究，重锤的地方毫不手软，不该伤及的地方尽量豁免，让中国难以找到对等报复的支点。而这恐怕才是中方真正担心之处。就在关税烽火连天之际，一则耐人寻味的消息在坊间流传。据彭博社报道，北京方面近期通过私下渠道向华盛顿释放出愿意重启谈判的意愿，简直像是在挥舞白旗，暗示求和。然而，这个求和信号并非毫无条件。据说中方提出，美方必须在政治上对中国做出让步，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退一步。换言之，北京愿意坐下来谈经贸，但前提是美国在某些政治问题上闭嘴让步。这样的交换条件一爆出，很多观察家立刻指出，这不就是典型的以政治换经济吗？中国希望美国削减关税，放松技术封锁，但作为交换，
要美国在台湾、南海、人权等敏感议题上给出政治让步。对于迫切想缓解对美关系、稳定出口的北京来说，这一招用意明显，在不伤及自身政权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让利经济来换取战略喘息空间。然而美国会买账吗？华盛顿历来主张经济问题归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另当别论，更何况川普政府以强硬著称，让其在台湾或人权上退让，无异于天方夜谭。从美国角度看，中国这是想用美国最在乎的东西，也就是美国在意的原则立场，来换取中国最在乎的经济利益，怎么看都有些一厢情愿。事实上，早在2020年双方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就出现过类似的错位。中方承诺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以换取美方缓和部分关税，但美方更关心结构性问题和长远竞争，这些并未解决，协议执行也不尽理想。这次北京再抛橄榄枝，但开出的条件却是华盛顿难以接受的。外界普遍认为，这更像是北京方面的一种策略试探，一方面假意表现出和解诚意，避免在国际舆论上被彻底孤立，另一方面又把责任推给美国。若美方拒绝谈判，中方可以宣称我们愿谈，是美国不让谈。甚至有人猜测，北京此举还有离间美国盟友、分化西方阵营的企图。毕竟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更在乎经济利益，看到中国示好而美国不接招，可能会对美国的强硬路线产生疑问。总之，国际政治的博弈从来不止台面上的你来我往，背后的盘算更是曲折复杂。习主席这一求和信号，究竟是低头认怂，还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一步棋，恐怕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川普政府也没闲着，在全球范围内祭出连环大招，力求把中国逼到墙角。据悉，美国已经向全球70多个国家施压，要求他们禁止中国商品转口，并且封堵中资工厂对美出口的渠道。所谓转口，就是中国商品先出口到第三国，再摇身一变贴上该国标签进入美国，以逃避高关税。川普显然不想给中国钻这个空子，他直接警告各国，谁要敢当中国的后门中转站，美国就会让他付出代价。与此同时，美国敦促各国政府限制甚至关停本国境内的中国资本工厂，防止中国企业跑到别国设厂，借壳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据称正在全球搜集情报，锁定那些替中国输美的迂回通道。甚至有消息说，美国考虑对协助中国规避制裁的企业或个人实施金融制裁，务必要堵死中国货物的每一个偷渡口。这一系列动作摆明了就是要构筑一个针对中国的贸易封锁圈，让中国商品无路可走。可以说，川普正在把贸易战的战线从双边战场推向全球，迫使各国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队。盟友日本、韩国或许更倾向站在美国一边，毕竟他们同为民主阵营国家，且对美国市场依赖深。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左右为难，一边是最大市场美国，另一边是最大投资国中国，怎么选都会得罪另一方。有人形容这是在上演新版的冷战阵营划分，只不过这次拼的是供应链和工厂，而非导弹和坦克。对于一些小国来说，大国博弈犹如大象打架，草地遭殃，他们只能小心观望，见风使舵。目前看，美国的全球施压取得了一定效果，至少在表面上，很少有国家敢公开宣称要帮中国绕过美国制裁，没人愿意触怒美国这头狮子。但私底下，各国都在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有的国家可能阳奉阴违，嘴上答应不帮中国，背地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经济规律使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并非一朝一夕可替代，完全切断与中国的产业联系也不现实。这场围堵与反围堵的较量还会持续拉锯。可以肯定的是，川普政府孤立中国的决心前所未有坚决，美中经济脱钩正在从梦想逐步变为现实。在激烈博弈的另一面，美国传来一则重磅好消息，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终于见到实质性进展。龙头芯片公司英伟达近日高调宣布，将与台积电、富士康等合作伙伴联手，在未来4年内向美国投入多达5000亿美元，
用于建设尖端的半导体晶圆厂和超级计算机制造基地。这个投资规模可以用恐怖来形容，相当于在美国本土重新打造一个完整的电子制造生态系统。根据计划，英伟达已经开始在亚利桑那州的台积电工厂生产其最新一代 GPU 芯片，代号 Blackwell， 真正把顶尖芯片制造搬到了美国的土地上。同时，在德克萨斯州，英伟达将联手富士康、伟创等厂商，建立大型工厂来组装 AI 超级计算机整机。未来几年内，我们将看到一系列先进芯片和人工智能服务器出自美国制造。正如英伟达 CEO 黄仁勋所说，这标志着世界 AI 基础设施的引擎首次在美国制造。这个庞大的投资计划不仅带来巨额资金和就业，更重要的是象征意义非凡。它标志着美国高端制造回流的序幕已经拉开。从前那些外流海外的尖端工厂，现在正一个个搬回家来。曾几何时，美国硅谷负责设计，亚洲工厂负责制造的分工模式牢不可破。而如今，美国要实现设计加制造双管齐下，确保关键产品链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近年来推出了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激励政策，提供高额补贴和税收优惠来吸引这些企业投资。可以说，这5000亿美元计划的启动，既有川普强硬政策逼出来的因素，也是美国甜头政策拉过来的成果。两手施策共同促成了高端制造的大回流。川普政府对此当然是大肆宣扬，视之为自身对华强硬策略的重大胜利。毕竟，让世界顶尖的芯片与超算产能落地美国，不仅意味着大笔投资和就业涌入，更是一份厚重的安全保险单。试想，当先进芯片都能自给自足时，美国就不怕中国卡脖子，高科技争霸中也更有底气。这无疑将对中国形成压力。以往中国仰仗自己制造中心地位，认为美国再怎么也离不开中国制造，但现在这个优势正在被蚕食。如果越来越多的高端制造转移出中国，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都会受到打击。这场你追我赶的竞赛，美国似乎抢得了一个漂亮的开局。听起来，美国高端制造业回流是一片大好，但实际操作中还有不少拦路虎。当前美国在推动制造业重返本土时，遇到了4大结构性挑战：工会与劳工成本，美国劳工薪资和福利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工会力量强大，员工一旦大规模加入工会，企业用工的弹性和成本控制就会受限。例如，底特律的汽车厂常受罢工困扰，员工要求涨薪、改善待遇的力度很大。高科技制造业如果遇到类似情况，生产进度和成本将难以控制，企业需要在提高工资、吸引工人和避免引火烧身之间走钢丝，这并不容易。法规与审批，美国的环保、安全、建筑法规相当严格，新建大型工厂需要经过繁琐的审批流程，从环境影响评估到社区听证，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拖慢项目进度。举例来说，要在美国新建一座晶圆厂，手续文件可能摞起来1人高，审批周期长达几年，这在效率至上的商业竞争中是不小的障碍。政府虽然希望开绿灯提速，但法律程序难以彻底绕过，这使得制造业回流面临慢工出细活的难题，无法一蹴而就。技术劳工短缺，长期制造业外移，导致美国本土相关技工和工程师储备不足。如今一下子要为半导体、超算等高端工厂找齐各类技术人才，难度可想而知。比如，芯片厂需要熟练的光刻机操作员、化学品处理工程师，机器人装配线需要机电技师和 AI 编程人员，而美国年轻一代中，真正具备这类制造技能的人并不多。教育培训是一个办法，但远水难解近渴。在短期内，技术劳工短缺可能成为掣肘这些项目落地的关键瓶颈。移民政策瓶颈，既然本地技术工人不够，用移民来补充是最直接的途径。然而，川普政府上台后，收紧移民政策，减少 H-1B 等工作签证配额，严格限制非法移民，这与制造业引进外籍技术人才的需求形成矛盾。要解决高端制造的人才荒，或许不得不考虑适度放宽某些移民限制，比如给特定技术领域的外国工程师提供快速签证通道等。
对于一向高喊美国优先、严控边境的川普政府来说，这无疑是个两难问题：是在产业战略面前妥协移民立场，还是坚持政治立场，冒着产业项目受阻的风险？面对这些挑战，美国政府和企业也在积极寻找破解之道。一方面，他们加大对本土劳动力的培训投入，鼓励和资助职业技能教育，试图在国内培养更多技工和工程师；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弥补人力不足，比如新建工厂大量采用机器人生产线、无人运输车、AI 质量检测系统等，以减少对人工的依赖，降低用工成本和工会风险。此外，有舆论呼吁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灵活调整移民政策，为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开设特别签证项目，引进海外专业人士参与这些新工厂建设。若能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制造业回流路上的重重阻碍或许能大为减轻。梳理完上述种种，我们可以发现，美中双方冲突背后的核心矛盾在于美方看重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而中方则想以政治换经济。说白了，美国认为中国的所作所为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所以必须强硬反制；而中国则认为经济上大家可以谈，但美国不能碰中国政治上的底线。中国愿意用经济让步来换取美国在政治上的尊重。问题就出在这里，双方想交换的筹码压根不是同一个维度。美国要的是安全，恨不得中国在高科技发展和地缘扩张上统统踩刹车；中国要的是体制安全和国际尊严，不愿在意识形态和主权问题上有丝毫妥协。结果就是鸡同鸭讲，谈来谈去牛头不对马嘴。美国说你停止威胁，我才撤制裁；中国回应你尊重我，我才愿合作。双方各说各话，沟通自然陷入僵局。